前辈，这是我的拜师礼。你误会了，我不是什么隐士高人，我也不收徒。我穿越到这方世界已有10年有余。唉，原以为我也能成为网文里一剑纵横千万里，斩妖除魔天地间，正道成圣，傲视万古。果然是想多了，连小山村都走不出去，还想一剑纵横千万里，哼！前辈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请您收我为徒，传我绝世神功。啥？晚辈东河郡许岩，自幼立志要寻找真正武道，今日得见前辈，三生有幸，还望前辈收徒，晚辈定当努力修炼，绝不负前辈传承。这小子脑子不大好使。我不是隐士高人，更不懂武道修炼，你找错人了，我还想找人传我呢。不可能，前辈不要骗我了，你一定是隐士高人。你看这里，四面峭壁，风景宜人，一看就是隐居之所。前辈若非高人，为何一人独居？前辈，请收我为徒，我绝不会辜负传承。我不是隐士高人，我不会修炼之法，我不会收徒。你真的找错人了。我懂了。你懂什么了？拜师乃是大事，岂能草率？晚辈这就回去备拜师礼。啊！我去，那人影不会是许岩那小子吧？前辈，这是300两黄金。这是许家珍藏，千年山参。收回去吧，我真的不是隐士高人，也没有修炼之法。前辈，这是9叶原枝，第3件拜师礼。9叶原枝，服之百病不生，神思不竭，发骸不白，可延寿20载。罢了，你能来此也是有缘，为师便收下你了。弟子许烨，拜见师傅。起来吧。本不想骗人，奈何这小子给的实在太多了。师傅，什么时候传我功法？徒弟收了，至于修炼功法，没有。但不要紧，下边就行。许岩看着脑子不太好，应当分不清真假。我暂且收你为徒，但若1年内你没有修炼入门，说明你我无缘，往后不可纠缠为师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师父放心，若1年内无法入门，乃是弟子资质不行，怨不得师父。弟子定绝了念头，不再打扰清修。徒弟有此觉悟，实在太好了。别说1年，10年、100年也不可能入门。为师避世已久，外界如今如何？师父想知道什么？齐国、天下、武道，都说说。我越是一无所知，这小子就越会相信我是避世老怪。此地属齐国东河郡，齐道立国100余年，如今正值鼎盛。天下共有3国，齐国、吴国，还有北蛮王庭。世间武道强者，可飞檐走壁，腾跃数丈，力举千斤。但移山倒海，玉气腾空，弟子未曾听闻。这个世界竟不是高武世界。弟子自小痴迷画本，立志寻得高人，修炼绝世神功。他们都说我脑子不好，竟相信画本传说。他们倒也没说错。为师传你的法门，重在一个悟字，能否入门，看你的资质天赋。为师给你1年，1年无法入门，便是无缘。还请师父传功。武道一途，永无止境，但修炼之始，无外乎练皮、练骨、练脏。武道之始，从感应气血开始，唯有感应气血，才能进入练皮阶段。若连气血都无法感应，一切都是空谈。练皮，顾名思义，淬炼皮膜。一旦炼皮大成，坚韧无比，寻使普通人刀剑伤，搁在身上，也不过一道浅白印子。这才是真正武道。不过练皮就刀剑难伤，若练骨练脏，该何等强大！师父，一旦练皮，是否就是入门？这是不是显得太简单？自然不是入门，
练皮、练骨、练脏，不过武道基础，连入门都算不上。练皮以刀剑难伤，练骨练脏必更强，这都只是基础，入门之后又该多强？师傅，怎么才算入门？练脏圆满，气血运行周天，肉身小蜕变，筋骨雷鸣，气血如钢，便算入门。师傅，入门之后呢？小成如何？大成又如何？实力会有多强？武道分境界，入门之后，待你气血冲霄百丈，炽烈如火，妖邪辟野，焚江逐海，这就是大成。好了，你连入门都没有，莫要问太多，切忌好高骛远。修炼要沉得住气，心浮气躁，不利修行。是师傅，不是不想说，是后面还没编好。马步扎好了，调整呼吸，沉心静气，一手丹田。你要沉心静气，物我两忘，细细感悟，寻找其中的意义。反正是瞎编，也没招式可传，总不能教学员广播体操，太屌逼格。能否感应气血，全看你的悟性，看你能否窥得其中之意。感应到气血后，尝试调动气血，淬炼周身皮膜，进入练皮阶段。武道基础就是这样，师傅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。你好好修炼，好好感味，累了就休息，牢记结合，不能操之过急。9叶原汁是宝药，炖点吃了试试。能糊弄一时算一时吧，不是我要骗你，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。等可以安全穿过扼杀林，离开后就去吴国落脚，远离齐国，远离东河郡，就算被骗被发现，也找不到我。9叶原汁啊，世间罕有的宝药，吃了百病不生，发喉不白，延寿20载，也不知道有没有夸大。还剩一点，给雪岩吃吧。如何了？师傅，我还没感应到气血。没关系，武道一途，重在坚持，重在意志坚定。肯定感应不到啊，我瞎编的嘛。你要真感应到，那不成妖奈了。你还有1年时间，现在饿了吧？去吃饭吧。多谢师傅。这是9叶原汁炖鸡汤，吃了吧，算不错的滋补药膳。是师傅。9叶原汁是我的拜师礼，师傅却拿来炖汤给我。果如师傅所言，我能来此便是有缘。师傅，感应气血，修炼入门一般要多久？这个嘛，因人而异。师傅，最快入门者花了多长时间？按我瞎编的法门，一辈子也别想入门。入门标准不能太低，天骄标准要定高点。古之天骄者，5天完成练皮，10日完成练骨，15日完成练脏，进而筋骨雷鸣，气血如钢，成功入门。前后1个月吧。5日练皮，1个月入门，这就是师傅眼中的天骄。我今日连气血都没感应到，5日练皮，怕是做不到。难道我资质不行？当然了，这是古之天骄，万中无一，你也无需急躁。只要1年能够入门，在为师眼里，也算合格了。原来1年入门，在师傅眼里，只能算合格。师傅放心，弟子一定1年内入门，绝不辜负苦心。你有此觉悟，不枉为师破例收徒。师傅，我修炼去了。我要努力修炼，不可辜负师傅苦心。这傻小子，本不想骗人的，奈何已没法回头。下边功法传给许岩之后，也只能一条路走到黑了。修炼讲究牢记结合，累积自身，反而有损根基。该休息的时候就要休息。师傅，我知道的。唉，师父说，重物重意，不重形。感应气血，
调动气血，淬炼皮膜。古之天骄5日完成炼皮，我到现在还没感应气血，差距太大了。师傅说不能急躁，越急躁越难感应气血。气血，我感应到气血了。冷静，冷静，要心平气和，不能乱了心神。调动气血，去淬炼皮膜。怎么调动气血？师傅没具体说啊。要不要去问师傅？不行，师傅说了，在于物，在于意。我必须把握此刻感受。若是松懈了，再感应气血就难了。而且，若连怎么调动气血都要详细询问师傅，岂不是令师傅失望？觉得我悟性不佳。我这应该算是进入炼皮了吧？终于感应到气血了，而且顺利调动气血，开始淬炼皮膜。这徒弟倒是刻苦，可惜再刻苦也没用。修炼法是我瞎编的，能成功才有鬼了。等他坚持不下去，跑来问我，再瞎编点糊弄吧。师傅，师傅是对我不满。以师傅境界，怎会看不出我已感应气血，进入炼皮了？一定是师傅觉得我毛躁，骄傲自满，沉不住气。师傅深不可测，一眼就能看出虚实。我不能自骄自傲。修炼进度如何？师傅一眼就能看出来，何须我开口？9叶原汁不愧是宝药，昨天吃完鸡汤，感觉身体强壮了些。不对啊，我有徒弟呀。没理由我这个师傅伺候徒弟，应该徒弟伺候师傅才对。反正骗了一次了，他现在是我徒弟，让他伺候伺候师傅，很合理吧？徒儿，来，把鸡杀了，放点9叶原汁一起炖，去做饭吧。怎么，不会做饭？也是，许岩这二傻子可是富家子弟，怎么可能会做饭？徒儿，一行一坐，睡觉吃饭，皆是修行。你虽然还没入门，距离为师境界太过遥远，但提前熟悉一下，对你也有好处。师傅，我这就去。师傅境界太高了。看似凡尘俗世，其实这才是高人，这才是隐士之态。看似平平凡凡，不显强者威猛，然而这才是真正隐士高人。刀别拿反，先放血，水烧开，毛要拔干净。有徒弟伺候，这样的小日子真不错呀。以许岩的脑瓜子，短时间无法识破，不过也要准备退路。淬炼皮膜速度变快了，气血增强至少5成。
照此速度，虽无法5天炼皮，1个月内完成炼皮，应当没有问题。为何速度突然大增？难道师父知道9叶元脂能助我修炼，所以才取出来炖鸡？我绝不能辜负师父苦心，一定刻苦修炼，争取早日入门。我感觉力量增强1倍有余。这才刚刚炼皮入门，炼皮圆满又该多强？我一定要在1年内悟道入门。这9叶元脂效果太好了，我怎么感觉力量变强了？要不要独享啊？算了，本就是许岩送的，炖了一起吃吧。做人不能太黑心。明天炖千年山参，会不会太补啊？要不然珍藏起来。都大半个月了，他怎么能沉得住气？这不急不冒的性子倒是不错，可惜脑子不大好使。这样也好，性子越沉稳，对我越有利。只是都大半个月了，没修炼出什么来，竟也没一点疑问。等吃饭时问问他，尽一尽师父责任，让我想想该怎么瞎编糊弄。我终于炼皮大成了。师父说的对，修炼不能急躁，要牢记结合。看似修炼时间减少，一松一释之下，心境完全不同，修炼速度反而更快，也更轻松。师父境界实在太高了，一言一行，一点小小点拨，都令我受益匪浅。我什么时候才能达到师父境界？看似普通平凡，然而这才是真正高人。这或许就是师父说的返璞归真。不能好高骛远，我要脚踏实地，终有一天会成为师父这样的强者。不到20天，我就炼皮大成，距离圆满一步之遥，最多3、5天就可完成炼皮，进而开始炼骨。等炼皮完成后，再询问师父，炼骨有什么讲究？师父说骨质天骄5日完成炼皮，我虽然比不上，但不到1月完成，应该也还算可以吧。师父说炼皮大成，普通人刀剑难伤，不如试试。我轻轻划一下看看。这就是炼皮大成的防御力吗？这一刀虽没怎么用力，却可轻易给鸡开膛破肚。寻常人被划一下，血肉开裂，伤可入骨，然而却无法在我皮肤上留下一点伤痕。果如师父所说，炼皮之后，普通刀剑难伤。接下来的炼骨、炼脏，又该何等强大！你这些天来，能够沉心静气，不骄不躁，为师很欣慰。师父，我明白的，一定戒骄戒躁，沉心静气。幸好我没有急躁，沉得住气，才在师父心里留下好印象。修炼这么久，许岩看似沉稳，内心一定焦急。安抚一下，让他多坚持坚持。事已至此，只能继续忽悠。修炼一途，重在坚持，重在意志坚定，重在沉稳扎实。急功近利是不可取的，你要记住。是，师父，徒儿一定谨记教导。我炼皮大成了，师父怕我急功近伐，匆忙开始炼骨，没有扎实根基。哪怕炼皮圆满，炼骨之前也要扎实一些，不能急躁，不能给师父留下毛躁印象。这徒弟倒是实在人，就是不够聪明，也就遇到我。若遇到别人，恐怕被骗得家破人亡。可惜我不是隐士高人，否则收这样姿师重道的弟子也是一件欣慰的事。为师知道你在修炼上应该积累了一些疑问，现在可以为你解答。师父知道我快练骨了，先告诫我别急躁，
既安抚我急躁之心，又让我了解炼蛊之事。师父每一句话都在教导我。师父，炼皮之法，徒儿已无疑问。我想问关于炼蛊的。气血渗入骨骼，不断磨练淬炼骨骼有什么讲究吗？炼蛊到何种程度才算完成呢？怎么问炼蛊？我想好的说辞全是气血感应和炼皮啊，炼蛊还没编好。这炼蛊是有讲究的，是分等阶的。今日为师就为你详细讲解关于炼蛊的知识。炼蛊极其重要，乃是基础中的基础，马虎不得，关乎武道强弱。所谓蛊不坚，则身不强。原来炼蛊有这么多讲究，幸亏师父常教导我要沉心静气，不然我匆忙炼蛊没知道其中讲究，岂不是自断武道前途？果然一定要听师父教导，不要急躁，要沉稳，要多悟。炼蛊阶段如此深奥，一旦炼蛊完成，实力定然几倍增长。我炼皮大成，即将完成炼皮，完成炼皮后一定沉淀一下，仔细参悟炼蛊之道，再开始炼蛊。徒儿，你要切记，开始修炼慢不意味着以后也慢。正如建楼，基础非常重要，基础不牢，根基不稳，经不起风吹雨打，很容易垮塌。你现在的基础打得很扎实，以后的成就不可限量。修炼一途也是如此，追求前期速度，反而扼杀自身上限，扼杀武道前途。古往今来，多少人前期修炼飞速，看似天骄，然而到了后面根基不好，进迹缓慢，甚至达到上限再无寸进。师父是在告诫我，虽然我速度比不上古之天骄，但只要根基牢固，定能后来居上。师父他老人家对我抱有厚望，我绝不能让他失望，一定打好根基，超越那些古之天骄。师父，您放心，弟子一定谨记教诲，不急不躁，筑牢根基，绝不会让你失望。你能明白为师苦心，为师欣慰啊！终于又忽悠住了。师父，你说炼蛊分等阶，这里有什么讲究吗？差点忘了，还要编炼蛊等阶，把炼蛊难度编高一点。没错，炼蛊是分等阶的。炼蛊一道分为4个等阶：炼蛊如铁，炼蛊如铜，炼蛊如金，炼蛊如玉。铁蛊、铜蛊、金蛊、玉蛊，是炼蛊4个阶段吗？非也，这是4个炼蛊等阶，代表武道上限与自身实力强弱。铁蛊，普通武者炼蛊大都在此等阶，气血碎炼骨骼，坚硬如铁，普通刀砍不断。当然，铁蛊普普通通，武道上限不高。铜蛊比铁蛊更强，其骨如铜，纵然死后1000年也不会腐朽。一旦炼得铜蛊，根基已然深厚，武道上限更高，这算中上之资。唯有炼成金蛊，才算得上天骄。古之天骄，无一不是炼成金蛊。师父，该怎么炼成金蛊？这二货，难不成以为自己能炼成金蛊？这可是我瞎编的呀！沉心静气，不要急急躁躁。金蛊一成，纵然死后埋入地下万年，依然金灿灿，其坚固更胜钢铁。但古往今来，能够炼成金蛊者，万中无一。为师说的万中无一，是指众多天骄之中，万中无一。师父，天骄也分等级吗？自然，正如美人，同样是美人，也存在差距。天骄也是如此。我懂了，正如东河郡春香楼，头牌已是少见美人，但花魁姿色更佳。不愧是富家子弟，没少去勾栏吧？我特他妈也想去啊！师父，徒儿只是比喻，徒儿没去过，真的。你的比喻虽然不雅，但就是这个意思。
以后不能瞎比喻。能成筋骨者，万中无一。纵然前期速度不如骨之天骄，但若能成筋骨，也不弱于骨之天骄。想淬炼出筋骨，靠的是毅力，是天赋，是坚持。气血渗入骨骼，淬炼到骨髓，进而引发气血蜕变。如此循环9次，筋骨变成了。筋骨之难，不言而喻。毅力、天赋、坚持，缺一不可。能成筋骨，武道一片坦途。师傅，我一定练成筋骨。你有此雄心，为师欣慰。但一切量力而行，无需苛求太多。你能练成筋骨才有鬼了。师傅，玉骨呢？何谓玉骨？玉骨啊，本来为师不打算说，既然你问了，那便与你说说。玉骨者，其骨无瑕，晶莹如玉，能练成玉骨者，万骨无一。徒儿，玉骨不是天赋、毅力、坚持可以做到的。能成玉骨者，无一不是大气运，无一不是天地宠儿。唯有悟性超然、能感大道者，才能成玉骨。你要切记，不可好高骛远。大气运，天地宠儿，能感大道，太玄乎了。越是玄乎，意味着一旦练成玉骨，就越是强大无比。师傅，若练成玉骨，将如何？关于玉骨，有这么一句话：玉骨无瑕，万骨不化。一旦成玉骨，纵然死后历经万古岁月，依然不会腐化，甚至受岁月沉淀，会变成天地宝物，宛若有灵，成为世间稀世宝物。为师不奢求你能成玉骨，你心里记着这个信念，尽力而为即可。师傅，你放心，弟子一定努力，绝不辜负期望。既然说了练骨，顺便把炼藏也变一变。看许岩这样，跟打了鸡血似的，短时间都会斗志满满。趁现在有灵感，炼藏也一并告诉他。既然炼骨之法已经详细与你说了，那为师顺道把炼藏也与你说了，这基础境界就详详细细为你解答。多谢师傅，弟子洗耳恭听。炼藏乃是淬炼脏腑，增强脏腑活力与强悍。炼藏大成者，纵然心脏受到刺伤，亦不会死亡，可以凭气血使心脏脏愈合恢复。当然，这只能是普通之伤，若被气血之力所伤，可就不一样了。心脏刺伤都不会死，竟可凭气血恢复，武道之强，果然超乎常人想象。五脏对应五行，金木水火土，气血运转五脏，浑圆一体，五行合一，意为炼藏圆满，进而将基础之境融会合一，归纳一身。筋骨雷鸣，气血如钢之时，就是入门了。徒儿，你要切记，真正的修炼是悟，是意，唯有如此，才能走出自己的道。为师传你之法乃是武道真意，你要自己去悟，去领悟其中的意，不要拘泥具体形式，你可明白？是师傅，弟子铭记于心，时刻感悟，绝不会松懈，也不会拘泥形式。你能明白，为师很欣慰。收拾收拾，喂喂鸡什么的，然后就修炼吧。这可是稀罕之物啊，现在炖了，岂不是浪费？这么大一株，炖点尝尝也无妨。许岩，明天用这2根参须炖鸡。是师傅。我要感悟其中的意，悟其中的玄妙。师傅，请用。气息更足了，耐力也更强，身体竟又变强了。这个世界的千年山参，竟有如此奇效。这株山参以后每天炖一点。是师傅，这是我的拜师礼，
师傅却毫不犹豫拿出来助击我修炼。我不能辜负师傅，等我进入炼谷就回去一趟，一定为师傅挑选精美拜师礼。气血变得更旺盛了，淬炼皮膜速度大增。最迟后天，我就能完成炼皮。炼皮圆满了，花了20天，终于完成炼皮。虽然比骨质天骄要差得远，不过我也属于天骄级别，只要我练成筋骨，绝不弱于骨质天骄。纵然赤手空拳，也几乎无惧刀剑，以一敌百不在话下。而这仅仅只是炼皮最基础阶段。今天沉淀一下，明天开始练骨。许岩竟然没训练，拜师以来第一次大早上没训练，什么情况？难道放弃了？不可能啊！昨天还刻苦修炼，突然就放弃，这小子一根筋，脑子也不大好使，不可能突然放弃。师傅，不错，能够沉心静气把菜园打理整齐。都是师傅教导有方。今日为何早早除草？徒儿谨遵教诲，牢记结合，为接下来修炼沉淀一下。你能有此觉悟，为师欣慰。果然，完成炼皮后没有马上练骨是正确选择，沉淀一下，放松紧绷心神才是修炼正途。保持好心态，不骄不躁，必有所成。弟子谨记。许岩怎么穿过扼杀林的？因为运气，刚好避开猛虎凶兽。我不能一直困在村里，总要想办法离开。突破口就在许岩身上。我这穿越者真够惨的，连新手村都出不去啊！气血渗入骨骼，磨练骨骼，与炼皮略有不同，但大差不差。我的目标是筋骨，唯有练成筋骨，才能比肩骨之天骄。气血渗入骨骼了，竟会有这种感觉，难怪师傅说练成筋骨靠天赋、坚持、毅力。这才刚开始练骨就如此难受，一旦到筋骨，渗入骨髓肯定更难受。练骨难度竟超乎想象，难怪筋骨如此罕有。果然，一根筋的人不会轻言放弃，态度保持不错。师傅肯定认可我，认可我忍受炼骨之苦，并坚持下来。坚持，再大的痛苦也要坚持，绝不放弃。好了，去做饭吧，时间不早了。师傅肯定看出来我已经到极限了，所以让我放松一下。是，师傅。有必要敲打一下了，怎么能忘了做饭？满脑子修炼可不行，牢记结合，修炼不可过度，你可明白？是，师傅，弟子谨记在心。师傅怕我盲目死撑导致伤身啊。虽然重在坚持，但也要循序渐进。我才刚开始练骨，若是死撑，恐怕容易出问题。你要明白，坚持也有讲究，一张一弛，牢记协和，适当放松心神，才能高效修炼。弟子明白了，一定不会再犯。果然，盲目死撑容易出问题，要适当放松心神，否则就如一根弦绷太紧太久，容易断。去吧。这徒弟倒是听教，可惜我不是真高人，
功法也是瞎编，坚持也没用。既然已经骗了，只能继续忽悠下去。终于练蛊入门了，5天苦修终于完成，第1阶段练蛊。既然入门了，接下来直到练蛊如铜钱都会容易一些。我出来快1个月了，如今练蛊入门实力之强，赤手空拳也不惧百人围攻。该回去一趟了。给师傅的拜师礼，结果都给我修炼用了。我也该买些药材，准备一份拜师礼。以师傅境界，珍稀宝药绝不会放在眼里。普通人眼中宝药，也只是凡俗之物。该准备什么呢？我怎么这么笨？师傅根本不在乎珍宝，我只要把心意带到。去外面抓只野兔，再去小溪抓条鱼，离去前给师傅做顿丰盛饭菜。师傅，我出来将近1月，想回家一趟。回去一趟也好，不过为师叮嘱你，修炼一事未入门之前，不得向任何人透露，包括你父母，可明白？是师傅，弟子绝不会向他人提起修炼。为师喜静喜欢低调，不喜欢张扬。虽收你为徒，但未入门前不能提起为师，希望你明白。是师傅，弟子未入门前绝不提起您丝毫。为师自然信你。你早些回去吧，路上注意安全。此去须经恶煞林，里面有猛虎凶兽，你要多注意，莫要被伤着。是，师傅。师傅，弟子短则6、7日，长则11、2日，必然回来伺候您。有心了。这骗着骗着，怎么骗出感情了呢？哎，我果然不是合格骗子，这都是被逼的。我真不想骗人，都怪雪岩脑子不好使，非要上赶着被骗，而且拜师礼实在太多了。师傅，弟子告辞。去吧。但愿能平安穿过恶煞林。这傻小子，唉。怎么突然有些孤独？操！习惯有徒弟伺候，突然又一个人，怎么都不爽啊！喂鸡种菜都要自己亲手干了，总觉得浑身不得劲儿。师傅，弟子回来了。回来就好。师傅，这是弟子一点心意。有心了。宝贝啊，一看就价值连城。这许岩背景比我想象还富有，发财了。这剑可当传家宝，以后逃去吴国不用发愁了。你有此心，为师很高兴。此剑虽然凡俗，但把玩1、2也是不错的。师傅喜欢就好。师傅不愧隐士高人，如此价值连城宝剑，竟丝毫不为所动，只觉可把玩1、2。这玉如意一看就是宝物。不错。师傅，我还带了药材来。他也发现吃这些珍稀补药，身体变好了，觉得有利修炼。这补药一如平时，你掂量着放。是，师傅。这徒弟懂事，一回来就知道干活。怎么回事？一脸沮丧，出什么问题了？难道这次回家有人提醒他，让他有些怀疑，或者久未感应气血，回家遭受挫折？不能让他颓丧，都到这份上了，不继续骗下去，容易栽跟头，必须提振信心。徒儿，因何事沮丧？可是修炼之事？师傅，不是修炼，是徒儿这次回家被退婚了。退婚？你叫许岩，不是萧炎？那没事了，不可能逆袭，真是悲伤故事。怎么回事？何故退婚？他说我脑子不好使，
跟我在一起太丢人了。他说的没错，你脑子确实不大好使。你是我徒儿，退婚是他有眼无珠。师傅说的对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那你有没有吼一句：“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莫欺少年穷？”师傅，我不穷。操，心被扎了。徒儿，你哪里不穷了？为师说你穷钱财吗？不，是穷修为，穷实力，穷武道知识。啊？师傅教训的是我穷，我很穷。不过师傅放心，我没有堕志气。虽没吼莫欺少年穷，但我对他说了：今日你逢我，辱我弃我，他日定让你后悔莫及，高攀不起。这小子怎么有气运之子感觉？一定是错觉。徒儿有此志气，非常不错。退婚对你而言，未尝不是好事。须知经挫折，才能奋勇。古之天骄，无一不是从挫折中奋起。修炼一途，讲究悟，心境澄明，感悟自明。徒儿，有一句话，你需牢牢记在心里。你被退婚了，心中无女人，无念想，必有大精进。心中无女人，修炼如有神。师傅，我有点悟了，多谢师傅教诲。师傅，徒儿去修炼了。去吧。我这傻徒弟，不会真的心无女人，满脑子修炼吧？作孽呀！我就不该口嗨。师傅说的对，历经挫折，才能奋勇。心中无女人，修炼如有神。我明白师傅深意了。女人带着杂念，对于我这个年纪，女人就是最大杂念。只要克服最大杂念，那么心无外物，内心澄明，感悟自然提升，修炼定然更快。师傅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。师傅是隐士高人，传授方法不同常理。师傅注重悟性，时刻都在提醒我要多悟。这里有点不对，气血运转慢了，渗入不够深，磨练不够强，我应该调整。练骨速度变快了，果然，师傅提醒我没有掌握精髓，我悟了，这才是真正练骨之法。心中无女人，修炼如有神。师傅承不起我，照此速度下去，5、6天后，我就能练成铁骨，筋骨应当不成问题，我定能比肩古之天骄。这小子怎么忘了时间？似乎一直扎到现在，中途没有休息。不可能吧？就算天天扎马步，也不可能这么久不累。可能许岩休息时，我没有注意到。算了，我这傻徒弟被退婚，心里难受，借修炼排解愁郁，还是不打扰了。今晚自己做饭吃吧。修炼虽然是假的，许岩倒学会不少生活技能。不错，心要静，意要稳，心浮气躁不利修行。师父每句勉励都饱含深意，我必须深思。我又悟了，师父当真高深莫测。到了师父这个境界，已脱离传统教法，无时无刻都在提升我的悟性。师父让我不断感悟真谛，感悟其中的意。看似普通杂活，却能放松修炼后的心神，让我回归普通人状态，而非紧绷武道修炼者身份。难怪师父看起来就像一个普通人，这就是返璞归真，道法自然。师父境界太高了。我已经淬炼出铜骨，距离筋骨又进一步，再有半个月应该可以涉足筋骨。按照师父说法，铜骨到筋骨是巨大跨越，也是巨大蜕变，不是容易淬炼出来的。等我淬炼完成铜骨，也该回去一趟，看看能否买到9叶元之那样的宝药。
增加淬魂筋骨概率。铜骨圆满了，修炼时已经感觉到瓶颈，仿佛撞上一堵无形且坚硬的强烈极限。这是筋骨瓶颈，到了这个阶段，只能靠天赋，靠毅力与坚持，最重要的还是悟。若有宝药辅助，突破概率会高一些。准备再次回家寻找宝药辅助修炼。不知道为何，总觉得许言不一样了，似乎多了一股雄武之气。我这傻徒弟不会真练出什么吧？不，绝对不可能。这是我瞎编的呀！就算这世界真有气血武道，我这瞎编法门怎么可能练出来？一定是扎马步久了，所以看起来更稳健、更有力了。扎这么久马步也该换个姿势。我调整一下站姿，交给许言就行。反正都是瞎编，也练不出什么。师傅一定看出来，我距筋骨一步之遥并遇到瓶颈，这是要指点我突破筋骨。师傅，你能保持热忱，勤勉修炼很不错。脑子不好使的人就是执着，修炼不出什么也始终一根筋，保持勤恳当真难得。不得不说，这个徒弟其实真不错。可惜我不是高人啊。你已经修炼一段时间，马步也扎了许久。今日为师传你更强的。多谢师傅。果然，师傅看我遇到瓶颈要传更强淬炼法。你看好了，接下来你就扎这个马步。看明白了吗？师傅，我明白了。这是基础姿势，有2句功诀，你好好感悟，能悟多少，就看你机缘了。单纯教新马步太单调了，再下边一句功诀吧。你且记好功诀就是：明心观我养真意，气血如龙，铸金身。你要好好感悟，若能明悟功诀，就能体会其中妙处。明心观我养真意，气血如龙铸金身，当真玄妙不凡。我一定要细细感悟，这定是淬炼筋骨乃至玉骨的妙诀。若领悟其中玄奥，定能淬炼出筋骨。太玄奥了，我自问对炼骨已有极高感悟，竟一时未能领悟。果然如师父所说，若能明悟功诀，才能体会玄妙。许言，一定可以，一定可以明悟功诀，一定能淬炼筋骨。这才1天不到，如此玄妙功诀，感悟3、5天也是寻常之事。明心观我养真意，气血如龙铸金身。这傻小子不会魔怔了吧？可别脑子出问题啊！夜深了，该回去睡觉了。是，师傅。傻徒弟虽有点魔怔，却依然听话，问题不大。若真走入死胡同，大不了费点口水给许言开导开导。感悟在于时机，在于灵感，强求反而更远。差点陷入其中无法自拔，自乱心神。多亏师父点醒。休息，养精蓄锐，恢复心神，明天再继续。功诀如此玄奥，不是一朝一夕能悟，3、5天应该差不多。
我许岩天赋不至于太差。3天里，许岩一如往常，修炼、种菜、除草、喂鸡、养兔、做饭，时间安排没有丝毫改变。3天时间了，竟一无所获。若连2具公诀都无法领悟，又如何淬炼筋骨？又如何入门？这只是基础境公诀，入门后的公诀，那我又如何继续修持？沉心静气，不能急躁。师父常说，不要急躁，不要好高骛远，要脚踏实地。一定是我遗漏了什么。师父说过，心中无女人，现炼如有神。这是一种心境，是破除最大杂念。血气方刚的男子，总易被女人吸引，扰乱心神。师父以女人类比最大杂念，必有深意。这说明师父点醒我，不要沉迷杂念之中。我的杂念是修炼，心心念念都是修炼，但这算杂念吗？我悟了，修炼是一种求索，是一种信念，是一种意志，而我只停留在执着上，进而成了杂念。我应抛弃修炼本身执念，专注当下，忘却外物，忘却多余观感，无物无我，全身心投入公诀，细细体会，明心观我养真意。明心是自见，是明彻心神；观我是体悟气血，观察气血，细察自身变化。养真意，则是气血蕴养骨骼，蕴养骨髓，使气血蜕变，使骨髓升华。我明悟了，不能急躁，下一句公诀也能很快明悟。现在是做饭时间，放松心神，沉心静气，全身心投入做饭中，抛去修炼杂念，做好当下。师父一言一行都有深意啊！直到此刻，我才明悟，心中无女人，修炼如有神的真意。我终究愚钝了一些。傻徒弟今天怎么回事？好像有什么喜事。难道感觉修炼进步了，感应气血了？不可能，我瞎编的，怎么会真感应气血？算了，许岩能放宽心态，轻松惬意一点也不错，免得憋久了哪天心态崩掉。心态好一点，免得修炼久了依然一无所获，憋得精神出问题。你今日状态不错，保持下去，会有所成的。是师父，弟子明白了。果然，我的感悟对了。可惜我太愚钝，直到现在才明悟师父深意。傻徒弟很听教，这很好。我明白了，气血如龙铸金身，乃是将气血凝练如龙，盘绕周身，盘绕骨骼，不断游走，循环往复，定能突破，淬炼出筋骨。明心观我养真意，气血如龙铸金身，原来如此。气血蕴养骨骼，淬炼植入骨髓，骨骼之外再以气血之龙盘绕，内外相合，相互交缠，如此便能更进一步淬炼骨骼，进而淬炼出筋骨。果然需要重悟重意。若师父直接点明，我哪怕知道，却未悟出其中意，也无法淬炼突破。唯有在公诀中自我明悟，才能通晓真意。第二根肋骨淬炼不够圆润，左手关节有缺陷，双膝盖存在薄弱。原来如此，铜骨圆满，也需周身如一。现在的我，才是真正铜骨圆满。接下来，该淬炼筋骨了。我已明悟筋骨淬炼法，定然能够淬炼出来。1个月时间，不能再多。最迟1个月，淬炼出筋骨。练骨之后就是炼藏，1年内必须入门，否则资质太差，如何配做师傅徒弟？1年之约，其实很快，炼藏速度定比练骨更慢。师傅说过，炼藏初始要小心，不要自伤肺腑，脏腑脆弱，初始淬炼定然快不了。可以开始了。筋骨淬炼消耗竟然这么大，那些补药药效不够了。我只是稍微突破铜骨极限，
距离筋骨第一次淬炼都远未完成，竟增强这么多。若筋骨圆满，又该何等强大！师傅传的功法，当真强大无比，玄妙无比。师傅说过，筋骨要历经9次气血蜕变，我连1次都没完成，骨骼强度起码增强3成。若完成1次气血蜕变，筋骨埋入地下万年都不腐朽，依然金灿灿，比钢铁更坚硬。可见筋骨之强，气血蜕变肯定1次比1次难。若无宝药辅助，如何快速完成？该回家一趟了。寻找宝药刻不容缓。看这饭菜，傻徒弟又要回家了。还是要叮嘱低调，不要错露自己。傻徒弟倒听话，叮嘱后应该问题不大。只要1年之期一到，就可以解脱了。恶煞林猛虎凶兽也要解决掉。傻徒弟运气真好，来回都没遇危险。真的是。师父，弟子想回家一趟。弟子最迟半个月就会回来。多余的话，为师就不说了。为师喜欢低调，明白吗？是，师父，弟子明白。猛虎凶兽气血旺盛是不错的强身食物，对于修炼是有裨益的。果然，淬炼筋骨消耗不小。师父提醒我，除了宝药之外，猛虎凶兽血肉也是大补之物，有助修炼。师父，我知道了。30里的恶煞林里有猛虎凶兽出没，你往来要多注意。为师喜欢清静不逊干扰，不要弄出太大动静。恶煞林危险解除，我随时可以逃离。一旦有暴露风险，立刻开溜，不困村里。师父是让我猎杀猛虎凶兽，以我如今实力已经足以猎杀凶兽。不要让凶兽跑了，不能闹出动静打扰师父清静，所以我必须干脆利落。师父这个时候让我猎杀凶兽，其实也是磨练我，让我与凶兽搏斗，激发气血，熟练力量，提升掌控。师父放心，绝不会闹大动静，绝不会干扰清静。很好，为师相信你。这一次我明悟了师父深意，恶煞林之行定然会有所收获。兴许用不着1个月，我就能淬炼成筋骨。希望傻徒弟这一次也能虔诚安全穿过恶煞林，然后带人把里面的猛虎凶兽猎杀了。只要恶煞林里的猛虎凶兽一死，离村路途就安全了。几次来都没有遇到危险，这一次我不急着赶路。30里恶煞林，我也不是第一次穿过。既然师父说了，说明以我现在实力，搏杀猛虎不在话下。在前面。为何如此巨大？我自小喜好练武，不止一次与家族护卫猎人狩猎猛虎，可以往猛虎都不减及眼前这一只。恶煞林这只猛虎，足足反而燃气大了1倍有余。难怪师父让我来恶煞林，原来这只老虎并非普通老虎可备，一身血气更强大，血肉骨骼都是大补之物，对我淬炼筋骨大有裨益。用这只老虎血肉骨骼，再补以宝药，效果定然更强，足以让我炼骨蜕变3次以上。现在是机会，
趁机出手，瞬间击杀猛虎。不闹大动静，也不让猛虎逃出恶煞林。